Hello， 上劳你好，我是你隔壁福建的，请多多关照。上劳在哪？江西的东大门，连接着福建、浙江、安徽。我们3天连吃了15家店，还爬了万仙谷的悬崖。这一路吃下来比爬山还累，每天都在嘶哈嘶哈。来之前也没有人告诉我江西菜有这么辣。怎么这么辣？那这期带你们看看江西到底有多辣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第一次来。Hello， 晚上好，我是文文，我们现在在江西的上劳，今天来吃江西菜。上劳的第一顿，我们直奔金龙岗，这边有好几家江西小炒，挑了一家某榜上排名第1的，看看是不是真的好吃。这家店是看食材点菜，不过墙上也有菜单。你们哪里的口味啊？广东辣，介于广东跟福建的口味。江西菜是不是全国最辣的菜啊？不会啊，全国最辣，湖南跟江西比较偏辣一点，还有四川。比我脸还大呢，这么大一份。我们4个人点了9秒腰花、特色鸡爪、爆炒扇片、酸辣肉片，但是没想到江西小炒的分量这么实在，每一道都是用比脸还大的盆装的。好脆，腰花有一种小炒黄牛肉的那种味道。这道9秒腰花很好吃，多1秒太老，少1秒不熟，吃起来脆嫩弹牙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下饭一绝。辣。鳝鱼肉，它的鳝鱼肉是跟鳝血一起煮的。哦，它这是鳝血也在里面。包括血的，这个是土黄鳝，土黄鳝更小更黑一点。本来以为鳝血是有点腥的，但是还好，它的鱼皮外表有点焦香脆脆的，然后再拿来爆炒。我觉得江西的辣是第一口觉得很香，然后第2口就开始上头了，第3口眼泪鼻涕就出来了。我看了很久的糯叽叽。江西小炒的鸡爪之前在网上老刷到，被安利了无数次，今天终于吃上了。这个不是很辣，这是卤的，蒜香咸，然后是卤的很到位的，糯叽叽的。这个鸡爪蒜味有点太重了，我觉得一般般。这个猪皮是拿香菇跟白菜一起炒，这个猪皮是炸过的，它是第1口有点酸，然后第2口就是咸了。第一次吃江西小炒确实名不虚传，酱汁够浓，辣味够多，锅气十足，非常有饭粘力，但整体会偏咸偏油一丢丢。我们今天吃了209，这个价格你们觉得性价比如何呢？吃完我们在金龙岗这边散步消个食。哦，你这个店做了30多年啊？这是梅干菜的，是不是？外表是酥脆的。这里面满满梅干菜，还有点肥肉，油润油润的，又被呛了一下，好辣，感觉像吃了一口芥末一样，突然上头啊！啊，那为什么会有点苦啊？前面挺好吃的，稍后后面就太苦，就不想吃了，然后有点偏油。瞧上好多小姐姐在直播。鲮鱼炸鸡腿是上劳的吗？哦，它是撒那个粉进去的。看还路上买了炸鸡腿。没有找到上劳大鸡腿，就买了鲮鱼炸鸡腿当夜宵，秦皇岛的非遗小吃。这波跨省操作啊，我自己都没想到，很入味啊。然后外面就撒了孜然粉，这个味道就没有那么惊艳，就是很普通的那种炸鸡腿。这是在上劳住了2家酒店，第1家是龙湖丽城，就在信州区，去哪都很方便，还有个超大的停车场，整体感觉像是老牌酒店翻新过的，还蛮干净的。这边的房间都是可以抽烟的，所以进来有一点点的烟味。然后看一下厕所，电吹风。牙刷，还有马桶垫，我觉得现在好像国内的酒店都有这种一次性的马桶垫。毛巾，这个是智能马桶，淋浴的。它的房间虽然不是很新，但是打扫的还是蛮干净的。小度没有，没有景色，没有景观。我们住的这个龙湖丽城酒店，一个晚上是220，然后包含早餐。早餐虽然有现煮的粉面区，但是整体嘛非常普通。我们现在在上劳的八角潭菜市场，来这边找点东西吃吃。八角潭菜市场，上劳老城区的最大菜市场，本地人的一天就是从这儿开始的。网上说这里面藏了很多地道的小吃，所以我就来啦。是吗？这是什么菜啊？麻子鲜，多少钱一筐啊？15块。第一次来有点懵，可能来得太晚了吧。网上说的那些我都没找到，逛了一圈下来，看到地瓜上推荐的老陈小笼包，据说是卖了15年。他说不加辣椒，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小笼包，主要是这个蘸料
特别特别的辣。你这个试测是有没有毒的啊？一大叔在旁边看我们拿着 Pocket 太小的包，以为我们是在检测食品安全什么的。我当时也愣住。我们是，不是这个是摄影机，不是测有毒的。检测有毒的。你好，还有那个油条麻糍果吗？你吃过油条包麻糍吗？这是上饶人的早餐，刚炸的油条裹上软糯拉丝的麻糍，再滚一层芝麻糖，一口下去，酥的、糯的、甜的、咸的，全在嘴里炸开了。然后嘴唇下都是芝麻糖，刚吃这个就要死嘴快一样，可能要刚炸出来才好吃，因为现在有点软掉了。这个糍粑的话，它冷的会有点硬。之前没有来的时候，以为这边是有一路一排的那种小吃档。但是跟我想象的差很大，而基本这边都是卖菜的，还有卖一些原料的。我遇到很多果啊，但这些果都是要自己拿回家煮的。主要是我们时间来的也太迟了。从游客的角度来看，上饶市区更像是一个中转站。走在街上呢，感觉游客也不多。上饶是一个拥有非常多5A 景区的城市，但是基本上游客就晚上住在这边，然后白天就去景区了。因为景区离城市大概还要1个小时，所以在城市里其实可能固定的网红店会有看到游客，那在街上蛮少的。但要吃地道的上饶美食啊，还是得在市区找。我们现在来宝珍楼，本地人吃了几10年的老牌面包饭，据说他们家的虎皮卷啊，一出炉就会被抢购一空。现场看还真的是好吃吗？这个？这肯定好吃啊，不好吃我买那么多干嘛？这么大个。你们是当地人吗？哎，跟我的手臂一样长的，这个20块钱。你们这个店开了多久了呀？40年。这一直都是最热卖的是吗？虎皮卷跟豆沙包的。虎皮卷跟豆沙包，豆沙包要等10几分钟，有点久。它那个非常的松软，就像我们以前吃小蛋糕那个口感，非常古早的味道。它奶油是咸口的，但是我就觉得奶油不够多。然后面包体是很好吃，这一卷吃下去，我今天这个视频就可以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了，直接结束。一路走到金龙岗，本来想买羊角糖的，结果没找到，不过也没空手，买了网上推荐的荞麦果锅贴，还有一个韭菜豆芽饼。这叫荞麦果哈？荞麦粉做的。我天，这么辣！微辣。微辣。对啊。我眼泪都出来了。我们这个算微辣的，在我们这边。好吧，不是一般辣，很辣，不行，给你吃了。它里面是萝卜丝，裹满辣椒的萝卜丝，好吃的好吃，就是很辣。一品锅贴有3个口味，豆芽、萝卜丝、韭菜，6元10个，据说是当天现包的，不辣，味道中规中矩，不难吃，但也不算惊艳，当个小吃还行吧。在路边摊随便买的油炸豆芽韭菜饼反而有点惊喜哦，比我想象中的好吃太多。这个是上饶的小吃吗？对，家常。就煎的焦香焦香的，外皮很脆，然后里面是滋润的，油润的。最好吃，就是太油了，到处都是盐山碳粉，有点类似于沙县小吃的那种感觉。盐山碳粉是江西必吃的米粉之一，它的米粉是脆口的，弹牙有韧劲，配上慢火熬制的筒骨汤，这一口醇厚啊，是宋朝就有的老味道。盐山是上饶的一个县，这里的盐不读谦，是因为保留了古代的发音。现在是中午1点左右，很多米粉店都打烊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。这个猪肝好像有勾芡过哎。桃叔点了一个超豪华碳粉，加了腰花、猪肝、大排、鸡蛋，直接加到了36块钱，还蛮好吃的。辣椒不会辣的啦，要辣椒粉、辣椒酱才会辣。它勾芡过的肉丝特别入味，然后嫩嫩滑滑的，主要猪肝的不会腥。啪啪打脸了，大哥，给我喝口汤，好辣，再喝口。它的汤也是勾芡过的，很稠，因为它是陈醋风味复活调味料。那它是不是陈醋？那我觉得上饶其实也是算一个碳水之都了。就各种的粉、米果、米粉做的东西。这个乐豆荚是不是当地的牌子、当地的便利店？我开始以为是卖豆浆的，然后长得特别像全家。我们晚上到这个万仙谷来逛一逛，看亮灯。万仙谷距离上饶市区有50公里，在灵山北路的一个峡谷里，开车大概要1.5个小时。万仙谷是一个废弃采石场改造的，依山傍水，白天可以看峡谷瀑布，晚上看悬崖亮灯。
灯一亮，整片山谷都像天上的集市，仙侠氛围瞬间拉满。这里是售票中心，它的票价3个。本来是计划明天才来的，但是天气预报说明天100%暴雨，只能傍晚的时候跑过来了。无人机要提前1天申报，不然是飞不了的。万仙谷很大，游览最少要3个小时，也有台阶要爬，所以建议穿运动鞋。景区步道是一个大环线，大部分人呢都是先走右侧线路，前往青云桥，先看瀑布，再去必打卡的揽月桥跟白葛桥。这里10几年前是个废弃的采石场。山秃了，水也白了，啥都没有。然后就有人把这里买下了，开始种花、种树、搭民宿。我记得有人住过上面，是一个晚上，那好像刚开业是3000块钱。去到每个房间都得爬这个楼梯，然后吃早饭也得爬楼梯。这瀑布是人造的，他说这个瀑布上面是有个水管，好凉爽啊。狐狸彩票才10块钱，给你们选一张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6、8、7，有一个，对，再换一张。我选一张哈。对，你选一张。最高80哎，有没有啊？没有，这也有新手保护期的，没有，没有。哇，这个好棒！这个我算不算？算，你也是一样的。强里的风吹到了万仙谷，好土。来尝一下我们的五黑葛片，很好吃的。表哥来尝一下，表哥。虾的。看我们这黑色的，加了黑芝麻、黑米、黑豆、黑枸杞。这个葛片是烧烤的孜然味，比薯片要厚一些。又下雨了。好像是中药，这血藤啊！逛了一圈，发现啊，万仙谷里卖的纪念品跟其他古镇景区是差不多的，价格也是直接翻倍，看的人多，买的人少。河豚吗？他们自己做的吧？我再去那边拍，然后你去那里给我拍。OK 吗 ？OK 啊，可以下。临近晚上6点半，白葛桥、杨府广场都是人，大家都在等待亮灯的那一刻。此时天还没有完全黑，还不是最美的时刻。等天黑，我们去朝鹤楼登高看夜景。金桥香，我买过金桥信息。三昧生活。万仙谷除了夜景，玩的东西的确很少。网络吐槽票价过高，但这里的确很适合汉湖旅拍，尤其是胡适宗祠。短视频上很火的推门打卡机位就在这里，但是需要自费50块钱。你们觉得这个拍摄效果如何呢？值不值得花这个钱？这是民宿啊。万仙谷谷内的民宿价格和体验真的差别很大，便宜的800起，贵的悬崖房呢能到好几千。好处是推窗就是景，确实方便。但你要说性价比吧，还是得看你愿不愿意为这份仙侠感买单了。如果没有人帮忙抬行李，真的很难搞哎。在悬崖这边的，这边是玻璃栈道，要白天来，现在根本看不到。这是我们刚下来的路，万仙谷的夜景是真的好看，超累的。虽然说它不是爬山，但是也差不多，好多楼梯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真的雨神啊，大哥！亚庇下雨，上饶也下雨。从万仙谷到市区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，随便找了一家江西小炒吃吃。我们4个人点了7样菜，一共花了173元。江西小炒的分量真的是从没让人失望过。放辣土豆丝，吃个鸭翅，这很适合下酒菜。这鸭翅我吃出了绝味鸭脖的味道。鸭三件是哪3件？鸭头、鸭脚、鸭个。这个鸭三件我称为是绝味鸭脖鸭三件，真的跟绝味鸭脖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。这边的特色菜鸡爪，黄豆鸡爪，它炖的已经非常软烂了，味道已经入得很进去了。
开始一夹，其实都已经脱骨了。它这种鸡爪呢是先拿来炸，然后再拿来爆炒，上面已经挂满了浓稠的汤汁。哎，太辣了，鼻涕都出来了。这个鸡爪啊，后劲好足啊，辣的头皮都发麻了。黄豆拌饭，我觉得黄豆比昨天的蒜香好吃。我还以为黄豆跟猪脚是最适配的，结果跟鸡脚也是非常适配，而且还是做辣口的，太下饭了，饭张力十足。这个是农家小炒肉，农家小炒肉到底是湖南菜还是江西菜？我查了一下，农家小炒肉其实是湖南菜，不过在江西也很受欢迎。做法上会有一些本地化的改良，例如汤汁会多一点啦，吃起来更加润口。而湖南是干香，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呢？黄豆芽炒猪耳朵，它猪耳朵是梗啾啾的、脆脆的，基本都是有带这个软骨的部分，所以特别有嚼劲。生活在江西的人，你们吃辣，这香味很好吃。哎，这个粉也很好吃，它这个粉啊炒到油润油润的，它咬上去是滑滑的，但是吃起来又是糯糯的。它是猪油炒的。呀，呜呼！一开始吃它不辣，但是你吃到那个辣椒，我觉得它这个辣椒是类似于灯笼泡椒那种辣椒。来一口土豆丝，好吃，又酸又辣，但是的辣是可以接受的。今天这个江西小炒挺好吃的，很好吃，特别是炒土豆丝，哇，超好吃。炒土豆丝是江西菜吗？不知道，反正很好吃的。我感觉，但是江西菜都是重油、重辣，然后都是偏咸的那一挂。今天晚上走了15000步，吃完这一顿就白走了。而且江西菜是米饭杀手，绝对要配1碗、2碗、3碗米饭。对，入住就有免费饮水的地方。上楼的第2晚，我们换到了水南文化街的酒店，叫风和明月松间美术。这家的整体评分都很高，设计清雅又格调。一走进来就是洗手盘，毛巾在底下，然后它这个厕所是干湿分离。我们住的是2楼，房间有36平，很宽敞，一个晚上是230元。你们觉得这个性价比如何呢？外面对的是这个超长，这个是 mini bar， 迎宾水果小零食，比萨卷。膨化食品，豌豆脆，还有个橘子，一个香蕉。说这边的百事可乐跟雪碧都是免费的。这个服务很好，这么大的伞，谢谢。我们今天到3只鸟来吃。你们家特色菜是哪些？特色菜有鸡爪，有脆毛肚，还有我们上楼这种牛挑沙。的豆子，这个是他们这边特色饮料，叫葛老葛根汁，是颜色的，觉得这有点像花生汤，生花生的味道。这个跟加多宝完全不一样。来吃一下这个墨鱼仔，它是酸笋炒的，酸笋特别好。好脆哦，这是新鲜的墨鱼仔，酸挺好吃的。这道菜我很喜欢，墨鱼仔脆弹，酸笋开胃，吃的时候先是酸，后是辣，很上头，拌饭一绝哦。他说这个是这边的特色菜，白玉豆炒肉。这个好吃啊，它口感像蚕豆。白玉豆是不是就是蚕豆啊？白玉豆是上饶玉山那边的特产，煮熟后粉粉糯糯的，自带清香。江西的爆炒脆毛肚是非常有锅气的一道菜，猛火快炒，毛肚爽脆弹牙，又香又辣。就是汤汁特别的多，因为它的毛肚的结构，它们有一点点毛毛的，所以它特别能挂汁啊，蒜头啊、辣椒都挂上来了，有一口很入味。麻辣，辣味又强。它是后劲，江西菜就是后劲上来。牛挑沙是他们这边的特色菜，牛挑沙里面有牛腩，然后有笋跟芋头。它的牛腩是糯中带有点牛筋，牛味很重。我觉得它的牛肉有先拿来卤过，然后切片，对，然后再拿来包。它这碗牛挑沙啊，我就只觉得芋头好吃，是吗？牛肉和笋我都觉得不好吃。我觉得还可以啊，我喜欢吃这种有牛味的牛。它这个灯盏果呢，顾名思义，底下像一个古代的油灯灯盏一样，然后上面盛满了五花肉、肉丁、笋丁，还有胡萝卜丁。大吃一口，
底下是用鲜米做的皮，嫩嫩的，就类似我们的白果。它就是湿润版的煎欧包裹。连吃了3天的江西菜，我个人感觉就是江西菜的分量真的很大一份，然后价格也蛮实惠的。江西的辣我觉得都是后劲特别足。这一顿呢，我们一共吃了258块钱，你们觉得性价比如何呢？我觉得江西菜的性价比是挺高的，然后也是好吃的，锅气非常足的炒菜。我爸经常跟亲朋好友说这边菜很好吃，但是菊花会冒烟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，这叫什么？万历时代，然后小吃街。在上饶想吃地道的小吃，万历时代的白鱼赤乌美食集市可以冲哦！120多家的小店，本地的灯盏果、荞麦果、烤鸡腿都有，外地的特色小吃也不少。逛一圈下来，嘴巴基本没停过，本地人也经常来这里。它这小吃街有当地的，也有全国各地比较有名的小吃，有陕西的，有广东的，还有重庆的。怪不得这边人气这么高，这么多吃的。买一个鸡腿的。你们这个是鸡腿还是鸭腿？这个叫山鸡腿，特别大个哈。山上养的鸡。会很辣。你们都不会。我害怕。我一开始没有选择来这边，是因为我看它这个评分都不是很高。我估计你那个影片我发了以后啊，可能下面会有上饶本地人说我们才不来这里吃。但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应该都是本地的吧？我觉得这边没有什么都有本地人会出来说。最有名的上饶鸡腿，我感觉好像不是在市区，而是在那个高铁站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师范大学对面，然后上面是铺满辣椒酱的那种，比脸还大的鸡腿。很多人说上饶鸡腿就是鸭腿，没有必要，我觉得。真的吗？它外面是没有淀粉层的，就是腌的鸡腿拿去烤的，然后它整个味道是有点像奥尔良鸡腿，但是比较干巴，有点像肉丝的感觉了。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上饶烤鸡腿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第一次来。如果上饶烤鸡腿是这样子，我的确觉得不好吃。你们的最好吃的上饶烤鸡腿是在哪买的？上饶的米粉店大多只开早上，晚上基本都关门了。路过一家邓哥米粉，觉得还开着，赶紧来一碗。这一碗是生日粉，上饶人过生日不吃长寿面，吃浇头丰富的生日粉。但我爸的这碗杀猪粉啊更夸张，猪肠、猪肝、猪血、荷包蛋全都有，比生日粉还豪华。这个是汤的生日粉，虽然是汤的粉嘛，但是其实都是炒过了以后再拌汤的，所以他们的汤会比较浓稠一些。来上饶就是嗦粉，说点你刚。哎呀，好辣，好辣。那个辣是源源不断的从舌头发散出来。它没有豆干，还有笋五花肉，用猪油炒了嘛，又很容易挂汁，油润的。它这里连炒粉都是有大火焖炒，有烟火气。我提醒了，他们里面放笋干或者是香干的，挺好吃。哦，下雨了。你看这个雨，真的是利亚比下雨，到上饶也下雨。这边是市中心啊，都在这边打牌。今天中午再吃一顿江西小炒，我们就要启程回福建了。我要吃这个梅干菜鸡爪，我吃了黄豆鸡爪、蒜头鸡爪，我要吃梅干菜鸡爪。我们4个人点了梅干菜鸡爪、农家小炒肉、芋头牛肉、蟹黄粉丝煲、肉末茄子，5个菜一共178元，人均40多，这性价比如何呢？吃的茄子，他们这里是本地茄子，外表有点焦脆，然后里面糯糯的，很入味。我觉得江西菜每道菜都非常入味。肉末茄子跟鱼香茄子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大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味道都很像。加小炒肉，江西的小炒肉的确好吃，它不会像我们平时点外卖那个肉啊，薄如蝉翼，它的肉都是实实在在的，很大一片，炒得非常油润。梅干菜凤爪，它是这一道菜是里面最辣的。它这个也是卤过以后再来爆炒，就一说都脱骨了，非常糯。所以来江西最推荐的菜应该就是鸡爪，但我个人觉得还是黄豆鸡爪是最好吃。这个梅干菜不会苦，那天晚上那个梅干菜饼会苦，那梅干菜到底是会苦还是不会苦啊？这个是鱼子还是蟹黄？那个蟹黄，这个蟹黄，然后这个旁边的呢？蛋白，好好吃，好香哦。这个猪油，它每根粉丝都浸满了那种蟹子的味道，
有点像虾子面，真的很好吃，你试一下，好香啊，油润油润的。我真的觉得它像鱼子，因为它咬下去会有一点爆汁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不是用那种，不是那种蟹黄，对，不是那种挖出来的蟹黄。芋头牛肉，哇，这芋头很糯，我是用那个绵绵的。它里面的牛肉比较有嚼劲，拌饭吃也很好吃，汤可以挂得很浓稠。他们是这么重油重辣的，竟然没有什么人感觉很胖哦。虽然说今天跟他说微辣，其实它这个辣度相当于我们广东吃川菜湘菜那种辣度。那这期的上老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了，整整吃了3天。江西菜给我的印象就是辣的嘶哈嘶哈的很大一碗，非常具有烟火气国气，吃得非常满足。然后这一次比较遗憾的就是像灵山啊、三清山，因为下雨嘛就没有去了。上老是拥有非常多大型景区的地方，应该下次还会再来的。那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